小东西，你是在邀请我吗？我和姐姐同时定下婚事，她要嫁的是虎王，我要嫁的是狐王。可成婚当天，弹幕出现了，这姐妹俩要是换一下夫君，也不至于后面落得个双双惨死的结局。是啊，狐王外表风流，却是文盲，和知书达理的姐姐绝配。虎王闷骚霸道，却是纯阳之体，和招阴体质的妹妹简直天生一对。弹幕看到这都惊呆了。我靠，他们这是在换妻？这就对了，虎王就是个糙汉，对姐姐压根没兴趣，只有在发情期才会找姐姐，两人根本没有共同语言。要不是他在姐姐孕期时出门，姐姐也不至于被恶毒女配陷害，一尸两命。妹妹嫁给狐王后，因为招阴体质，夜夜梦魇。狐王嫌弃她没文化又爱闹腾，直接把她囚禁起来。结果妹妹逃无可逃，被百鬼缠身，吞进精血而亡。随着弹幕的话飘过，我和姐姐纷纷加快了换衣服的速度。换，必须换夫君。原本我就因为招阴体质在家中不被待见，可到底是邻家的亲生女儿，父母再嫌弃我不吉利，也不忍看着我被鬼怪缠身不得好死，因此他们还是想办法给我求了平安符防身。可这平安符也是有时效性的，而且我年纪越大，招阴体质也就越强，招来的鬼物也就越强大，所以我身上的平安符已经撑不了多久了。按照正常情况，原本该姐姐嫁人以后我再出嫁的，可家里人多留我一天都胆战心惊的，巴不得我赶紧出嫁。于是一合计，索性让我和姐姐同一天出嫁，也省得我还要留在家里招来鬼物，祸害了邻家。我和姐姐换好嫁衣和盖头后没多久，喜婆便进来了。吉时已到，快扶两位小姐出门。我就浑身僵硬的被喜娘搀扶起来，可刚走出屋子，我就感觉自己后背一凉，周围气温降低，而与我肌肤相贴的平安符此时则是散发着一股烫人的热意，我不由得心中一沉，太恐怖了！堂堂周围怎么有几十只青面獠牙的强大黑影怪物？红盖头下，我脸色惨白，因为鬼物只要吞下我的一滴血，都能大幅度进化。若是吞噬了我的灵魂，就可让进化为最强大的百鬼之王。弹幕也意识到问题，这些黑影一定是他妹妹和姐姐换亲了，怕她嫁给虎王以后，再也没有机会接近他了，索性趁现在拼一把。妹妹快跑，赶紧去找虎王贴贴啊！保证你贴一下管3天，亲一下管半个月。要是能得到虎王的纯阳之气，至少管1年不怕鬼。看到弹幕的话，我欲哭无泪。我也想跑啊，可我现在全身上下的骨头都跟结了冰似的，根本跑不起来。最糟糕的是，我胸口处的符纸只剩下一点点暖意了，恐怕撑不了多久了。就在我冻得牙齿打颤时，周围的冷意突然一扫而空，紧接着一道低沉浑厚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把新娘交给我吧。喜婆连忙为难的阻止：虎王大人，这于理不合。虎王白毅却嗓音威严的沉声道：我亲自来接自己的新娘，有何不可？说完便将我的身体直接打横抱起，和他近距离接触的刹那，我身上的冷意迅速消散，一时间我不禁伸出手死死地抓着他的胳膊，把身体拼命朝他身上贴，眼眶不由自主地流下2行热泪。我的老天奶啊，弹幕没骗人，虎王真的是纯阳之体，百邪不侵，我这辈子就算是死也要死在虎王身上。不愧是虎王，感受到邻家出现大量猛鬼，直接闯进来救媳妇儿了，虎王这安全感简直了，磕死我了。看到弹幕的话，我立刻伸手环住白毅的脖子，紧紧地抱着他。白毅则是在身体微微僵硬一下后，低声安慰我：别怕，有我在。说着，伸手轻轻地拍了拍我的后背，而后抱着我大步朝邻家外面走去。一行行弹幕真是快速在我眼前划过。虎王这安全感简直了，哼，太甜了吧！妹妹成功保住小命了。白毅突然朝我脖子上套了一个什么东西，带上它，你便是我的妻。走之前让我在花轿里等他一会。待白毅离开后，我下意识地掀开盖头，朝脖子上的东西看过去，那是一个牙齿状的吊坠。我伸手握住吊坠，触手温润，给人一种极舒适的感觉。而这时，虎王真是雄性里的雄性，媳妇儿前脚才被欺负，他后脚就把那些鬼物全变成伥鬼了。我就说他们该换亲的吧。虎王闻到姐姐身上的墨香味，眼睛都亮了。回头姐姐只要稍微施展一下才华，还不得把他迷得神魂颠倒。见狐王果然很喜欢姐姐，我顿时松了一口气。姐姐自幼便被母亲严格教导，琴棋书画无一不通，每日更是雷打不动的要练上10页大字，临摹一幅名画，身上自然少不了染上一些墨香味儿。家里也曾请先生来教过我这些，可我屁股还没把板凳暖热呢，就有鬼物来了。我不得不抄起桃木棒，就一边打一边跑，遇到打不过的，只能撒腿狂奔，疯狂逃命。久而久之，家里便索性放养我了，只要我能活下去，不给家里惹事，就谢天谢地了。不多时，白毅回来了，紧接着花轿外响起司仪的喊声：起轿，
送新娘子喽！随着司仪的话落下，身下的花轿很快被抬了起来，然后朝虎族的地盘出发。有白衣在，鬼物都不敢靠近。我难得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安生和宁静，很快便在轿子里睡着了。等到轿子突然落地，我才猛地惊醒过来。下一刻，眼前的轿帘被人掀开。夫人，到家了。闻言，我立刻朝他伸出手去。白衣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主动，顿了一下后，大掌拖着我的身体下了花轿，然后朝新房走去，而抱了我一路。他连气都没喘一下，将我放在床边坐好后，白衣直接掀开了我头上的盖头。到了。小东西，你说我该怎么疼你呢？我不禁惊愕的抬眸看向白翼，面前的虎兽人身量极高极强壮，生得颇为英俊，只是面容有些冷酷威严，看着就让人发怵。可一想到鬼都怕他，我顿时觉得他的模样无比亲切起来。特别是弹幕还告诉我，只要和他贴贴，身上留下他的气息，那些鬼物就再也不敢靠近我了。一时间，我不禁有些兴奋地看着他，却忘了因为先前激动的哭过，我脸上的妆早就花了。还不等我开口，白翼便伸手朝我脸上轻轻地擦拭过来。刚才吓哭了，放心，以后那些鬼东西不会再骚扰你了。我愣了一下，想到弹幕的话，不由得试探道：你把他们怎么了？你想知道？我立刻点了点头，咬牙切齿地说道：夫君，你不知道，从小到大，他们一直缠着我，想把我吃掉。今天要不是你，我肯定小命都保不住了。弹幕说他们都被白翼变成伥鬼了，虽然不知道伥鬼是什么意思，但是听弹幕那意思，对我来说应该是件好事。破！打得好！白翼见我一脸好奇，直接侧手冷眼看向地面，随即冷声喝道：剩下的呢，都给我滚出来，给夫人磕头道歉。随着白翼的话落下，之前缠着我的那些鬼物立刻一个个神色惊恐地跪在地上。乍然看到他们，我本能地朝白翼扑过去，一下跳到他怀里，死命地抱住他的脖子。夫君，救命啊！白翼立刻伸手环住我的腰肢，随后冷冷地看向地上的鬼物。鬼物们顿时一边疯狂磕头，一边道歉，仿佛我和白翼才是令人惧怕的恶鬼一般。夫人，对不起，之前是我们吃了雄心豹子胆，想吞噬您，求您原谅我们吧。虎王饶命啊！以后我们再也不敢觊觎夫人了。我看着这些鬼物们鹌鹑似的瑟瑟发抖的样子，震惊地看向白翼。夫君，他们都被你收服了？白翼随意地点了一下头。虎生来便是鬼物的克星，他们现在都成了我的傀儡。闻言，我顿时瞪大了眼睛。所以你不但能克鬼，还能驱使他们？夫君，你好厉害啊！白翼轻咳一声，总之有我在，以后你不必再惧怕任何鬼物。弹幕这时纷纷打趣白翼，妹妹一句夸奖就把你吊成翘嘴了，看看你自己笑的那不值钱的样儿，是谁尾巴翘上天了我不说。见状我也忍不住翘起嘴角，然后一脸崇拜地看着白翼。夫君，幸好我嫁给了你，要是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啊？白翼顿时耳根隐隐发红，眼神滚烫热切地看着我，被他璀璨幽深的眸子盯着，我突然有种心慌意乱之感，不敢再和他对视。可白翼却在这时扣着我的腰朝床边走去。兽人大都体型高大，更别说白翼还是凶猛强壮的虎兽人，压迫感极强。所以当他的身体将我完全笼罩在身下时，我连呼吸都没法避开他。说不紧张那是假的，但一想到弹幕说的白翼的精元能让我至少1年不被鬼物近身，我看向白翼的时候眼神就不自觉地带了一丝期待。白翼这时似乎轻笑了一声，朝我嘴里喂了一种朱红色的小果子。乖，吃下这个，等会儿你就少受些罪。我吃下那红色小果子后，原本还有些紧绷的身体很快就放松下来，身体也慢慢变得柔软起来，甚至越发渴望起白翼的气息，双手不由得死死抓住他的后背。白翼轻笑着吻上我的唇。第二天我醒来时已经是傍晚，只是还不等我起床，房门便被一脚踹开，紧接着一道有些嚣张跋扈的声音自门口传来：那小贱人还未起床吗？这般被懒的女人如何配得上一哥哥？说着竟直接要冲入我的卧房，我的侍女拦都拦不住。弹幕这时立刻快速滚动起来：恶毒女配风铃来了，妹妹小心啊！风铃仗着自己幼年时施舍过白翼一块肉骨头，就以恩人自居，在白翼成为虎王后，把白翼身边的所有女人全部弄死了。白翼因为落得个客气的名声，才不得不去人族那边讨媳妇儿。见状，我顿时脸色一沉。原剧情里，姐姐就是被他拉下床，扒光衣服挨了10几个巴掌。对于恪守礼仪的姐姐来说，这样的屈辱怕是比杀了她还难受。房门被人推开，我当即一把扯出床单，迅速裹好身体，打了个结。昨夜白翼拉着我几乎一夜不停，我累到极致后直接睡下了，哪里有空穿衣服？一进门就眼神极恨地瞪着我，随即命人将我从床上拉下去，把这个贱人给我扒光了掌嘴。我冷笑一声，我是白翼明媒正娶的夫人，谁敢动我？风铃听了我的话，
表情更妒忌了。你个贱人得意什么？信不信就算我杀了你，一哥哥也不会拿我怎么样。你们两个废物，还不快把他给我拉下来！我要划烂他的脸，看他还怎么勾引一哥哥。两个兽人侍女听了风铃的命令，立刻就朝我伸手抓了过来。我抓起床上的玉枕就朝他们砸了过去。这些年来，我一直和鬼物斗智斗勇，身手早就练出来了。我可不是什么娇滴滴的小姐，想拿捏我，做梦！你竟敢反抗，找死！说着，自己朝我扑了过来。我自然不会对他客气，玉枕一甩，对着风铃的额头就狠狠砸了下去。这些年我一直被鬼物欺负就算了，现在还能让自己被兽人随意拿捏。风铃和他的侍女根本没想到我竟敢直接对他下狠手，所以看到风铃额头流血的时候，屋内的人直接都傻了。我却是趁他们呆怔之际，一脚朝风铃的肚子踹了过去。等风铃倒地后，抱着玉枕就坐在他身上，疯狂地朝他头上砸下去。让你欺负我，让你骂我，你算什么东西也配教训我？想杀我，老娘先杀了你！姑奶奶，我打不中恶鬼，还打不中你个废物兽人吗？兽人比我身体高大强壮又怎么样？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把我逼急了，谁来了都照打不误。就在我砸上了头的时候，我的手腕突然被一只强壮的胳膊紧紧地抓住，手中的玉枕直接落地，砸在了风铃的鼻梁上。糖糖，住手！再打下去他就要死了。听到白毅的声音，我这才重新抬起头来。我被人欺负了，他不帮我就算了，居然还拦着我报仇。我顿时感到无比的委屈，重重地甩开白毅的胳膊，恨恨地瞪着他。明明是他先来欺负我的，我告诉你白毅，今天有我没他，有他没我。你是敢选风铃，我连你一块揍。听到我的话，白毅面露隐忍疼惜，随即小心翼翼地将我抱起来。抱歉，是我来晚了，你放心，这件事我会给你一个交代的。我冷笑一声，直接从白毅怀里跳下去。好啊，我倒要看看你要怎么给我一个交代。你的地盘，你的新房，却可以随便让一个外人闯进来。今天要不是我反应快，我现在正被他们扒光身子按着打呢。我冷哼一声，死死盯着白毅，是媳妇重要还是这个仗势欺人的恩人重要？你自己选。现在请你们离开。我不是不知道，这个时候装可怜更能博取白毅的同情，可我不屑于这样做。这件事情白毅要是处理不好，就算他能帮我对付鬼物，我也不稀罕他了。被我一顿呛，白毅面露愧疚之色，随即立刻朝我道：糖糖，都是我不好，我向你保证没有下次了。我冷着脸没有搭理他，直接让本是姐姐的陪嫁丫鬟青罗去给我找衣服。青罗红着眼飞快的点头，白毅则是含着脸看向风铃的侍女，还不把风铃带走。白毅走之前还不忘命人给我送吃的。见状，我这才稍稍消气。弹幕则是在这时纷纷说道：虎王这次必须扣大分，来得太慢了，要不是妹妹身手好，他就得像姐姐一样被羞辱了。等虎王过来，黄花菜都凉了。妹妹干得漂亮，被欺负了就该狠狠地还回去。虎王这次表现太拉胯了，指望他来就还不如靠妹妹自己。别骂了，虎王也很冤枉啊，你们忘了他这会儿正和风家斗得你死我活吗？是啊，王宫的守卫是由白毅最信任的兄弟负责的，他哪知道从小和自己一起流浪的兽人兄弟早就背叛了他，站在风家那边了，不然王宫怎么会漏成了筛子，让风铃随随便便地闯进了新房？原剧情这里姐姐不堪受辱，瞒下了风铃过来欺侮她的事情，要不然白毅说不定还能早点察觉到自己被兄弟背叛了，也不至于在后面被最信任的兄弟背刺，差点丢了性命。还好妹妹从小就是个不服就干的性子，这次虎王应该对兄弟有所怀疑了吧？看到弹幕提到的内容，我不禁心中一沉，白毅会被最信任的兄弟背叛。就在这时，青罗拿着衣服过来了。二小姐，怎么嫁过来的是您啊？我自然不会告诉她我和姐姐换亲的事情，于是便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是上错花轿了吧。青罗听了松了一口气，一脸庆幸地抽着鼻涕道：还好是您嫁了过来，要是换了小姐，今日怕是只能认他们宰割了。我沉着脸点了点头。半夜，白毅一身寒气地回来了。糖糖，抱歉，今天让你受委屈了。白毅身边有叛徒，我自然不会这个时候还继续和他闹脾气。事情都处理好了。白毅神色小心翼翼地看着我，沉默片刻后才道：对不起，风铃的父亲前段时间晋级为圣兽了，所以我现在不能直接杀了他替你报仇。不过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你再给我一段时间可以吗？看着白毅一脸自责的样子，我有些心疼。没关系，我今天也是气昏了头，才一定要你给我一个交代。随即提醒他，不过风铃能直接闯入我们的卧房，未免太过方便了。我怀疑宫里有内应帮他，不然他哪来的胆子敢闯进来羞辱我？白毅见我没再动怒，这才小心的伸手将我抱住，然后哑声道：我知道，我已经有怀疑的人选了。糖糖，这次都是多亏了你，让我看清了一些人的真面目，谢谢你。我伸手环抱住他粗壮结实的腰腹，那这次我们也算是因祸得福了。白毅笑了笑，低头便要吻我的唇，我连忙拦住他，娇嗔道：你节制些，我又不是兽人，哪吃得消你这么乱来？白毅微微挑眉，可我看夫人今日暴揍风铃时，倒是精力旺盛的很，然后在我耳边低声祈求，就一次，可好？我估摸着白毅已经知道背叛他的人是谁了，现在心情不太好，
正需要安慰，于是还是点了点头。可等到白毅一次折腾1个多时辰还未结束时，我只想一脚把他踹开。他需要可怜安慰，可是谁他妈的来可怜我啊？第二天，我便知道了事情的处理结果。因为风铃有个好爹，即便他有错在先，但因为羞辱我不成反被揍，丢了半条命，白毅反而还要赔偿他不少的好东西才能保住我。我忍不住在心里吐槽，这也太憋屈了。可谁让兽人本就是以实力为尊的种族？白毅上位时是半圣兽，是当时的最强，但现在风铃的父亲进化成了圣兽，他才是最强。要不是白毅这个虎王的位置本就是靠厮杀得来的，臣服者众多，圣兽出现后，他早就被赶下虎王的宝座了。对于这样的处理结果，白毅显然是没脸亲口告诉我。我心里虽然不爽，但也知道白毅的难处，能理解他的做法。不过见白毅倒赔风铃不少东西，弹幕却也不爽极了。风暴就是走了狗屎运，吃了一株血兰才顺利进化成圣兽的，就是他这个圣兽和白毅这种脚踏实地一步步拼出来的半圣兽比差远了。要不是白毅最后被兄弟被刺伤了要害，风暴绝对不是白毅的对手。哼，不就是血兰吗？我记得妹妹被关的那个狐狸洞里就有一株血兰，正好长在了石壁的角落里。我顿时眼神一亮，狐族那边有血兰，这可真是太好了。血兰对兽族来说有净化血脉的效果，但十分罕见，而对于半圣兽来说，只要血脉再进化一丝丝，突破圣兽的可能性就增加了不少。所以这株血兰我势在必得。当天白毅回来后，我便悄悄告诉了他这件事情。白毅震惊地看着我，糖糖，你怎么知道哪里有血兰的？我轻咳一声，这个暂时不能告诉你，不过这个消息可靠性有90%，怎么样，要不要去找找看？听到我的话，白毅重重的点头。当然了，如果我不能突破圣兽，以后我们就只能像现在这样憋憋屈屈的过日子了。我不想再让你受委屈了。见白毅要去，我点了点头，随后朝他道：夫君，其实原本和你定亲的人是我的姐姐林婉婉，我天生是招阴体质，偶然知道虎族是纯阳之体，不怕鬼物，才求姐姐后换了婚事。明日你便以新娘换人了为由，带我前往狐族，就说想去找狐王一起去林家要个说法。白毅听了讶然地看着我，随后又一脸庆幸地紧紧抱住我。换得好，幸好是你嫁给我，不然我还得抢亲。闻言我微微挑眉，你不生气？姐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你原本可以有个名门贵女妻子的。白毅听了却是笑盈盈地看着我，我们兽人娶妻可不看这些，你不知道，接亲那日我一闻到你身上的味道，差点就控制不住自己了，那时候我就确定我要定你了。我惊讶地看着他，心中一阵感动。从小到大我都是被人嫌弃的那个，没想到我还有被人如此坚定选择的时候。翌日，白毅便带着我和10几个护卫离开了。走之前，特意把王宫交给了他的好兄弟食言。我和赤离的新娘被弄错了，我要去狐族一趟。阿言，虎族就暂时交给你了，风家那边你要多加小心。食言假模假样的点头。大王，真的不要我和你一起去吗？白毅摇了摇头。我们若是都走了，虎族怎么办？阿言，我最信任的人只有你，只有你留下来，我才能放心。食言这才答应下来。离开虎族的地盘后，我们很快就遭到了追杀，不过白毅对此早有预料，所以早就做好了准备。中途逃开追杀后，我们隐匿气息，从另一条路离开，在10天后抵达狐族的地盘。通过弹幕，我知道姐姐嫁给狐王赤离后过得极好，她逢人就吹自己娶了个才女，成了姐姐的夸夸机。每次看到姐姐写字作画，赤离都是又自卑又仰慕，而姐姐又是个知书达理、性情温柔之人，知道赤离喜欢文化人，便耐心地教她习字作画，把赤离感动得不要不要的。姐姐也成了赤离眼中完美的女神，所以得知新娘竟然弄错了人的时候，赤离生怕白毅会将姐姐抢回去，让我们换过来，直接拒不承认这件事情。我要娶的就是婉婉，你说弄错了新娘就弄错了，就算真的弄错了又怎么样？我和婉婉都已经是夫妻了，哪里还有换回来的道理？白毅听了无语的看着赤离，你以为我稀罕你媳妇儿？我家糖糖才是最好的。赤离听了不高兴了，呸，明明我家婉婉才是世界上最温柔最有才华的女人。眼见两人居然还斗起嘴来，我不禁扯了扯白毅的袖子。夫君，你别忘了我们过来的目的。白毅这才停止和赤离争论我和姐姐谁才是最好的问题。我又看向赤离，姐夫，我们这次过来是有事情想请您帮忙的。听到我叫他姐夫，赤离的嘴角一下子翘了起来，心情明显变好了不少。赤离笑容得意，说吧，什么事儿？白毅马上朝赤离道，其实我这次过来主要是想在你们狐族的地盘寻找一样东西，希望你能帮我隐瞒一下我的行踪，避免虎族的人发现我们。赤离顿时神色一松，小事儿，不过你得答应我，绝对不能和婉婉见面。你有病吧？谁稀罕见你媳妇儿？我都说了糖糖才是最好的，明明婉婉才是最好的。眼见两人又要为这种无聊的问题争论起来，我赶紧拉住白毅，好了夫君，正事要紧。白毅点了点头，这才闭嘴。在赤离的帮助下，我很快就找到了弹幕提到的那个让我丧命的狐狸洞，然后在狐狸洞顶端的石壁上找到了一株鲜红如血的兰花。我有些激动，夫君，你快吃了它。白毅深深地看我一眼，然后点了点头，随后将血兰塞进嘴里。我不禁期待地看着他，怎么样，有什么感觉吗？白毅无奈一笑，血兰是有净化血脉的效果，
不过哪有那么快？我有些失望地哦了一声。等回到狐族后，姐姐因为知道我过来了，坚持要见我。赤离不情不愿地让我去见姐姐，但坚决不给白毅和姐姐见面的机会。虽然才大半个月不见，但是姐姐脸上的神色和未出嫁时相比，却是明显的开朗了许多。看来好的感情果然能滋养一个人。姐姐拉住我的手，糖糖，你来了，怎么也不直接来找我？我无语地看向一边紧紧盯着我们的赤离，还不是姐夫不肯，怕我们把你拐走。我和你可是亲姐妹，也不知道他狐狸脑子怎么想的。姐姐顿时露出一抹羞赧之色，她就是太紧张我了。说完，柔声朝赤离道：“夫君，我和糖糖有些话想说，你先回避一下好不好？”赤离有些不情不愿地点头：“好吧，不过最多半刻钟。”姐姐笑着点点头：“好的。”随后便拉着我进了卧室，让侍女守好门。拉着我坐下后，姐姐才仔细地打量着我，然后神色担忧地看着我道：“糖糖，虎王他待你不好吗？不然你为何看起来如此憔悴？”闻言我连忙解释：“没有，白毅他待我很好，从嫁给他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被鬼物缠上过了。我脸色不好是因为这段时间一直在奔波，没有休息好罢了。”说完，我压低声音朝姐姐道：“姐姐，你还能看到那些字幕吗？”姐姐一愣，随即摇了摇头：“不能。成婚后我便再也没有见过字幕了。你呢？”我有些惊讶，我倒是一直能看到。而随着我的话落下，弹幕直接炸了。卧槽，什么意思？难不成他们能看到我们发的弹幕？弹幕上的人全都震惊了。合理了，怪不得他们会突然换亲。妹妹明明没去过狐族，却还知道血兰在哪，感情都是我们剧透的。妹妹真的能看到我们的弹幕吗？能看到扣一。见状我不由得一笑，随即看向眼前的字幕点了点头。是的，我能看到你们发的字幕，多谢你们告诉我们换亲的事情，不然我现在已经被厉鬼吞噬了。从我这里得到肯定的答案，弹幕再次炸开锅。我去，弹幕文成真的了。这么说来，我们也算是改变了她们姐妹的命运，这可是大功德啊。妹妹，我只有一个问题，虎王他在床上到底能坚持多久？我想知道虎王有没有用兽形来过。楼上的你们都太污了，不像我，只想知道虎王和狐王谁更持久。看到弹幕上奇奇怪怪的问题，我不由得小脸一红，然后尴尬的道：“不好意思，有些问题我不太方便回答。”姐姐听了不由得看着我，好奇道：“糖糖，大家问了什么了？”我凑到姐姐耳边，低声告诉她弹幕上的问题。姐姐瞬间俏脸一红，这个确实是不太方便回答。不过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夫君在那方面很温柔。我顿时两眼发光的看向姐姐：“是吗？那一次多久呢？你没有累到过吗？”姐姐红着脸摇摇头：“那倒没有。我说累了，她便会停下。”弹幕听了立刻开始刷屏。我用我上司的头保证，赤离绝对没满足过。天哪，赤离对姐姐绝对是真爱了，这都能忍。我对象上头的时候我喊累，他只会更来劲儿好吗？心疼赤离1秒钟，他就是太自卑了，怕被姐姐讨厌才不敢继续的吧。见状，我立刻把弹幕的话转告给姐姐。姐姐听了一怔，原来他没有满足过吗？就在这时，赤离来敲门了。婉婉，你们说完了吗？我进来了。说完就迫不及待地推开门走了进来。见姐姐还好好的在屋里，才松了一口气。姐姐则是有些愧疚地朝赤离看过去。我立刻起身朝姐姐道：“姐姐，那我就先去找白毅了，你和姐夫有话慢慢说。”然后赶紧脚底抹油溜出门了。但当我找到白毅的时候，他的情况却有些不对劲。此时白毅浑身滚烫，原本璀璨的金眸此时竟变成了血红色。看到我，他瞬间眼神一凛，下一瞬直接朝我扑了过来。我心头一颤：“夫君，你怎么了？”白毅的身体僵硬了一下，随即艰难地朝我道：“糖糖，我吃了血兰后进化了，发情期到了，帮帮我好不好？”闻言我顿时松了一口气，原来是发情期啊，当然可以，你是我的夫君，我帮你是应该的。说完，我下意识地看向弹幕，结果只看到满屏的哈哈哈，以及一句妹妹惨了，虎王发情时会变成兽形的。我顿时眼前一黑，什么？可此时后悔却已经晚了。3天后，白毅的发情期终于结束了，而我则是直接昏死了过去。等我再醒来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虎族王宫。我有些懵逼。青罗这时走了进来：“二小姐，您可算醒了，您昏迷的时间，虎王大人就要把封家的人杀干净了。”我愣了一下，我昏迷了多久？青罗担忧地看着我：“快半个月了。”我直接傻眼了，半个月？白毅不担心才怪。就在我准备下床时，白毅沉着脸走了进来：“糖糖还没醒吗？”见我醒了过来，脸上顿时露出惊喜之色，然后上前一把将我紧紧地抱住，声音带了一丝哽咽：“糖糖，你终于醒了，对不起，都怪我当时没能控制住自己，是我害了你。”想到当时的场景，我后怕的身体轻颤，但还是伸手环抱住了白毅的腰，哑声道：“我这不是没事了吗？”白毅抱了我好一会儿后，笑着开口：“对了，糖糖，风暴已经被我解决了，风铃已经被我抓起来了，就等着你处置了，你想怎么罚他都可以。”突然，门外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白毅皱起眉头，冷冷地看向门口：“谁在外面吵呢？”侍卫立刻跑进来禀报：“大王，封家的人来了，说要讨个说法。”我脸色一沉，这封家还真是阴魂不散。白毅冷笑一声，低头看着我道：“糖糖，你在这里好好休息，我去处理。”我抓住他的胳膊摇了摇头：“我跟你一起去，不
不能让封家的人觉得我好欺负。白毅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弹幕这时快速划过，封家的人还敢来？虎王都把风暴干死了，他们不怕吗？风林还有一个表哥叫风力，一直觊觎虎王的位置，这次估计是来闹事的。妹妹小心，风力比风暴还难缠，他是个阴险小人。看到弹幕，我不禁心中一紧。白毅牵着我走出寝殿，来到王宫的大殿。封家的人果然来了不少，为首的是一个年轻的男人，长得倒是英俊，但眼神阴鸷，看着就让人不舒服。看到我们出来，风力立刻上前一步，装模作样的抱拳行礼。虎王大人，我叔父一家虽然犯了错，但也不至于赶尽杀绝吧？风铃再怎么说也是您的恩人，您怎么能把他交给那些贱民处置？白毅冷冷地看着他。风铃天性残暴，害死了那么多兽人，交给他们的亲人处置，天经地义。你若是再敢为他求情，就和他一起受罚。风力脸色一变，但很快又堆起笑容。虎王大人，我不是来求情的，我是来和您谈合作的。风力语气恭敬，行了礼。虎王大人，我封家虽然没了圣兽，但还有不少高手，只要您愿意放过风铃，我们愿意效忠于您。我冷笑一声，看着风力，风铃的命可没有这么值钱，你们封家现在还有什么资格谈条件？风力眼神阴狠地看向我，你就是新来的虎王妃，我劝你说话注意点，得罪了我封家，对你没有好处。白毅立刻挡在我身前，眼神危险地盯着风力，你再说一句试试，我让你走不出这座王宫。风力后退一步，脸色铁青。虎王大人，您为了一个女人，要和我封家彻底撕破脸吗？白毅冷哼一声，堂堂是我的妻子，谁要是敢动她，就是和我白毅作对。你封家若是识相，就老老实实待着，若是不识相，我不介意再杀几个。风力气得浑身发抖，但还是忍住了。他深深看了我一眼，然后转身带着人离开。弹幕这时又出现了，风力这个人阴险得很，明面上不敢动手，背地里肯定会搞小动作，妹妹要小心。原剧情里风力就是下毒害死了虎王的一个手下，才找到机会偷袭的。看到弹幕，我心中一紧，立刻抓住白毅的手，夫君，你要小心风力用毒，他这个人阴险，明的不行肯定会来暗的。白毅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他会用毒？我轻咳一声，这个你还是别问了，总之你要相信我，让人仔细检查每一份食物和水。白毅深深看了我一眼，然后点了点头，好，我相信你。接下来的几天，白毅果然加强了戒备，王宫里所有的食物和水都要经过严格检查才能送到我们面前。而我也通过弹幕知道了风力的更多阴谋。风力收买了王宫里的一个厨子，准备在虎王的饭菜里下毒。那个厨子叫李二，是负责给虎王做夜宵的，妹妹要小心。看到这些消息，我立刻告诉了白毅。白毅脸色阴沉，连夜让人前去调查。第二天一早，白毅就把他们抓了起来，严刑拷问。李二很快就招了，说是风力给了他一大笔钱，让他给白毅下毒。白毅大怒，立刻派人去抓风力。可风力提前得到了消息，已经逃出了虎族的地盘。白毅气得一拳砸碎了桌子。这个风力跑得倒是快，我上前拉住他的手，夫君别急，他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封家还在我们手里呢。白毅点了点头，你说的对，我这就把封家的人都抓起来，看风力还敢不敢回来。弹幕这时提醒我，妹妹，风力逃到狐族的地盘去了，他想投靠赤离，赤离才不会收留他呢，赤离和姐姐好着呢，最讨厌这种阴险小人。对，赤离肯定会把他赶走的，说不定还会把他抓起来送给虎王。看到弹幕，我心中一喜，夫君，我听说风力逃到狐族去了，要不我们让姐夫帮忙抓人？白毅惊讶地看着我，你怎么什么都知道？我笑了笑，这个你就别问了，总之你相信我就对了。白毅无奈地摇了摇头，然后立刻给赤离传信。赤离收到消息后，立刻派人抓了风力，还亲自把他送到了虎族。赤离见到我，笑着道，妹妹，听说你昏迷了半个月，现在好些了吗？我点了点头，多谢姐夫关心，我已经好多了。赤离看了看白毅，又看了看我，你们俩倒是般配，不像我和婉婉，我总觉得自己配不上他。我冷哼一声，你知道就好，我姐姐那么有才华，你一个文盲确实配不上。白毅很是赞成地点了点头。赤离顿时怒了，你点什么头？你就不是文盲了？大老粗一个，有脸嘲笑我？白毅冷笑一声，本王身体健硕，威风凛凛，笑你怎么了？我忍不住笑出声来。好了好了，你们两个别吵了。姐夫，姐姐最近怎么样？赤离立刻露出温柔的笑容。婉婉很好，她最近在教我画画，虽然我画的不好，但她从来不嫌弃我。我看着赤离幸福的样子，也为姐姐感到高兴。白毅这时让人把风力压了下去，准备第二天公开处决。当天晚上，白毅抱着我躺在床上，糖糖，这次多亏了你，不然我可能真的会被风力害死。我伸手摸了摸他的脸，你是我的夫君，我当然要帮你。白毅低头吻了吻我的额头，糖糖，你知道吗？我有时候真觉得自己在做梦，能娶到你是我最大的幸运。我笑了笑，我也是，能嫁给你是我最大的幸运。弹幕这时又开始刷屏，好甜啊，磕死我了！虎王和妹妹一定要一直幸福下去啊！我靠在白毅胸口，幸福的蹭了蹭。下一瞬，他的气息加重，身体开始变化，衣服碎裂，
一头巨大的白虎出现在我面前。白虎的身形比普通老虎大了好几倍，通体雪白，金色的眼睛在黑暗中闪闪发光。我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又是发情期。白虎慢慢走到我面前，用头蹭了蹭我的手，变成兽形，方便你靠着睡觉。我伸手摸了摸它的毛，触感柔软顺滑。夫君，你真的好帅啊！白虎低吼一声，然后将我揽在怀里。夫人要是不想睡，那也可以做些别的。我红着脸亲了亲白虎的额头。夜风吹动床纱，遮住了我和白毅的身影。第二天，白毅公开处决了风力和风家的几个主要人物，风铃也被交给了那些受害者的亲人，他们用最残忍的方式结束了他的生命，把他扔进森林，被野兽啃咬致死。弹幕上全是叫好的声音，死得好，恶有恶报，风铃害死了那么多人，终于得到报应了。妹妹和虎王总算可以安安心心过日子了。处理完风家的事情后，白毅带着我去狐族抗姐姐。姐姐见到我，高兴的眼眶都红了。糖糖，你终于来了，我好想你。我抱住姐姐，姐姐，我也想你。赤离在一旁看着我们，眼神温柔。婉婉，你看妹妹的气色多好，看来虎王对她不错。那当然，我家糖糖是最好的，我当然要好好疼她。婉婉才是最好的，妹妹排第二。我无奈地笑了笑。好了好了，你们两个都别争了，我和姐姐都很好，行了吧？姐姐笑着点头，是啊，我们都很好，这就够了。白毅和赤离对视一眼，这才不再争吵。我们在狐族待了3天，白毅每天都和赤离斗嘴，我和姐姐则是聊天谈心。姐姐告诉我，赤离对她很好，虽然有时候笨笨的，但很温柔。我也告诉姐姐，白毅虽然有时候很霸道，但很护着我。姐姐拉着我的手，认真地看着我。糖糖，我们都要幸福。弹幕这时再次出现，看到她们姐妹都幸福了，我也好开心啊，这才是最好的结局，恶人得到惩罚，好人得到幸福。我抬头看着弹幕，用口型说道，谢谢你们。白毅走过来抱住我，糖糖，你在看什么？我笑了笑，看我帅气俊美的亲亲夫君啊。白毅低头吻了吻我的额头，我靠在他怀里，心中充满了温暖。姐姐和赤离站在不远处，相视而笑，阳光洒在我们身上，一切都那么美好。回到虎族后，白毅开始专心处理族中的事务。风家倒台后，留下了不少烂摊子，需要白毅一一解决。我也没有闲着，每天跟着青罗学习打理王宫的事务。虽然我小时候经常被鬼物纠缠，留下了心理阴影，可却真的不再做噩梦了。因为白毅说过，他会一直保护我，而且他身上的纯阳之气足以震慑任何鬼物。有一天晚上，我突然从噩梦中惊醒，白毅立刻抱住我。糖糖，怎么了？我喘着粗气。我梦到那些鬼物了，他们又来找我了。白毅皱起眉头，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别怕，有我在，他们不敢靠近你。白毅突然起身，变成兽形，用巨大的身体把我围在中间，这样你就不怕了，我在你身边守着。我伸手抱住白虎的脖子，感受着他身上的温暖。夫君，谢谢你。白虎低吼一声，用舌头舔了舔我的掌心。我闭上眼睛，很快就睡着了。这一夜我睡得很安稳，再也没有做噩梦。第二天醒来，白毅已经变回了人形，正抱着我。昨晚睡得好吗？我点了点头，很好，有你在身边，我什么都不怕。白毅笑了笑，将我耳边的头发拨到耳后。那就好，以后你要是再做噩梦，我就变成兽形陪你。我笑着亲了亲他的脸，日子就这样平静地过着。我和白毅的感情也越来越好，姐姐偶尔会来看我，或者我去狐族看她。每次见面，我们都会聊很久，分享彼此的生活。姐姐告诉我，赤离现在已经会写300多个字了，还能画出简单的画。我告诉姐姐，白毅学会了做饭，虽然味道一般，但很用心。姐姐笑着道，糖糖，我们真的很幸运，能遇到这么好的人。我点了点头，是啊，要是没有那些弹幕，我们可能早就死了。姐姐握住我的手，是啊，幸亏有他们，我们一定要好好活着，不辜负他们的帮助。我用力点了点头。白毅和赤离站在不远处，看着我们聊天。赤离小声对白毅道，你说他们姐妹俩在聊什么？白毅瞥了他一眼，淡淡道，不管聊什么，都跟你没关系。赤离顿时炸毛，怎么就没关系了？婉婉是我夫人，她的事就是我的事。白毅抱着胳膊，一脸看好戏的表情。那你倒是过去问啊。赤离张了张嘴，到底没敢动。刚才他想凑过去偷听，被姐姐一个眼神瞪了回来，到现在还有些心虚。赤离不服气地反问，你呢？你怎么不去问你那位？白毅微微勾起唇角，因为我相信他，他想告诉我自然会告诉我，不想说我也不强求。赤离眯起眼睛，你这叫什么？以退为进，心机深沉。白毅纠正道，这叫尊重。这边2位大王互相斗嘴，我和姐姐倒是难得清静，就是弹幕还在一直更新。妹妹，虎王受刑的时候毛好不好撸？妹妹快告诉我，虎王发情期到底几天？上次你昏了半个月，我好担心。我想知道赤离真实实力到底怎么样？我看着这些熟悉的文字，忍不住笑出了声。姐姐见我笑得前仰后合，好奇道，他们又说什么了？我把弹幕内容念给姐姐听。姐姐听完，脸颊微红，但还是认真道，其实我夫君他很厉害的。
我立刻转头看向不远处的赤离，他满脸好奇地偷瞄姐姐，弹幕这时刷得更欢了。姐妹们，我磕到了，这两对都好甜啊！虎王霸道宠妻，赤离温柔宠妻，各有各的好。我看着这些温暖的文字，眼眶忽然有些发热。姐姐握住我的手，轻声道：“怎么了？”我摇摇头，笑道：“没什么，是开心哭的。能遇到对的人，能平安喜乐地过日子，能被人惦记着、祝福着，真的很好。”远处，白毅朝我走来，伸出宽厚的手掌。夫人，该回去了。我站起身，把手放进他的掌心。赤离轻轻咳了一声，牵起姐姐的手：“婉婉，我们也回去吧。我新学了一首诗，想念给你听。”姐姐温柔地点头。我们并肩往回走，身后的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弹幕渐渐稀疏，只剩下最后几行：“再见了，妹妹。姐姐要一直幸福下去啊！我会记得这个故事的。希望平行世界里的你们永远平安喜乐。”我在心里默默道了声谢谢，然后握紧了白毅的手。白毅低头看我，眸子里映着晚霞的光。在想什么？我笑了笑，在想晚上吃什么。白毅挑眉，眼里划过坏笑。好，吃人形的还是兽形的？我红着脸捶了他一下，没正经，